大雪天里，一个小伙竟然脱掉衣裳，随后直接趴在了冰面上。不一会，一条鲜活的鲤鱼竟然破冰而出。在这里祝愿刷到视频点亮小红心，并留言666的朋友财源滚滚。小伙抱着鲤鱼喜极而泣，心想家中的老母终于能喝上鲜美的鱼汤了。原来小伙捕鱼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他的继母。小伙名叫王祥，从小就失去了亲生母亲，父亲又重病在床，父亲只好又给他找了个继母。怎料继母为人刻薄，对待王祥更是不给好脸色，只要看见王祥闲着不干活，他上去就是一顿臭骂。可是王祥却毫无怨言，为了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，他每天都勤奋读书。这天继母来给丈夫喂药时，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在丈夫的再三询问下，才得知她的这个病已经许久了，但却一直寻不到郎中。王祥得知后立刻动身，冒着大雪将郎中请来。郎中把脉后表示，他继母的病是由于平日情绪暴躁，气滞于胸无法排解所造成的，时间一长就成了气郁之症，如果不及时治疗，恐怕会落下病根。王祥连忙询问郎中治疗之法，郎中表示要想痊愈，就必须要用新鲜的鲤鱼汤作为药引。可是这寒冬腊月，冰天雪地的，要到哪里去找新鲜的鲤鱼啊？王祥跑遍了市场也没有买到，他只好亲自下河，但此时的河面已经结冰。王祥想用树枝凿开，可是冰层实在是太厚，根本凿不动。为了治好继母的病，王祥竟然脱去外衣，露出胸膛，随后直接趴在了冰面上。他想要用自己的体温融化冰块，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被王祥卧冰求鲤的孝心感动，随后一条鱼儿竟然真的破冰而出。王祥抱着鲤鱼喜极而泣，随后他连忙回到家，将鱼熬成鱼汤拿给继母服用。可父亲和继母却追问他鱼是哪儿来的，架不住两人的询问，王祥只好道出实情。当得知王祥竟然卧冰求鲤，继母连忙挽起他的袖子，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冻伤。继母被王祥的孝心感动得泪流满面，他对自己从前的一些行为感到羞愧，从此一改往日的态度，对待王祥视如己出。王祥卧冰求鲤的事迹很快也传开了，皇帝得知后当即要宣他入宫为官。可是王祥念及家中的老母无人照顾，和妻子一直隐居乡下20年，直到继母离世才答应入朝为官。当地人为了纪念王祥的孝心，便将村子改名为孝友村。